韩国两头点火，先别急着取代联合国呀！不只是你被美国耍了，还被美国卖了。军事援助乌克兰被曝光，过了眼前，你这道关再说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哲。你看，韩国为了加入 G7，尹锡悦把 G7吹上了天，甚至大放厥词说，韩国加入 G7后，新出现的 G8 就会取代联合国啊！只是对韩国来说啊，还是先别着取代联合国了。你过了眼前这道关再说啊！美国媒体爆料说，现在有数十枚韩国炮弹经美国的手已经提供给了乌克兰，而数十枚炮弹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之前韩国租借给美国的炮弹。根据协议啊，美国租借的韩国155毫米炮弹数量有50万发。如果美国媒体消息属实，那么尽管是经过美国的手啊，将炮弹提供给乌克兰，这也代表着韩国风向变了，彻底从对乌克兰的非军事援助转变成了军事援助。韩国这就相当于是点了一把火，现在这把火已经开始烧到自己的身上，而这个消息在俄乌局势的关键时刻被爆出来，我们只能说韩国不是被美国耍呀，最后还被美国给卖了。韩国想要加入 G7，不仅直接被美国给拒绝了，日本也同样拒绝了韩国的加入请求啊，甚至日本就是韩国加入 G7那个最大阻碍。毫无疑问，韩国这一跪是真的白跪呀！放下韩国的国格不说，不去追究日本2战罪行受害者主动向施害者求和，最后换来的除了美国上口头的称赞，你大度没有得到一点实质性的好处，反倒是韩国不惜放下尊严，让美国和日本倒是看不起韩国喽。在美国和日本眼中啊，韩国就是那个小丑，加入 G7可能取代联合国，你更是一个笑话。这韩国啊，彻底被美国耍了个透透。我们再来看啊，爆出韩国炮弹流入乌克兰，有可能就是美国透露的信息。这韩国无疑也是被美国卖了最透的一个啊。美国出卖韩国的目的当然很简单，在藏不住的情况下，韩国就只能加入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行列了呀。而韩国一旦这么做，俄罗斯你想会放过韩国吗？对此，俄罗斯其实早就警告过了。在之前尹锡悦放话可能改变俄乌局势的中立立场，考虑对乌克兰发起军事援助的时候，俄罗斯就警告韩国，如果韩国这么做，俄罗斯也可能给韩国北边提供武器，到时候韩国又会怎么想呢？都不用想啊，如果俄罗斯给韩国北边这国家提供了武器，本就时刻担心北边会打过来的韩国，不只能呼唤美国这个老爹了吗？而且从目前韩国的动作来看，距离韩国叫老爹救命也已经不远了。自尹锡悦上台之后，针对北边这把火啊，现在越烧越旺。韩国在边境地区动作越来越频繁，之前联合美国在边境地区搞什么反导演习，现在又拉着美国在边境搞起了实弹演习，还为此出动了数千名士兵，动用了数百种武器系统。这不是担心战火烧到韩国，而是觉得这火烧得太慢了，烧到现在还没烧到韩国头上，我有点等不及呀。以韩国北边的脾气和准备啊，那是说动手就动手啊。在俄罗斯因为韩国军事援助乌克兰而支持韩国北边的情况下，我想美国是最不敢轻举妄动的那一个。那到时候韩国才是自己把自己给坑了，玩脱了。好，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，下期再见。